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18日星期三，佛历4月上初二，万象多云，22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2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5.6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 0.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4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16%。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78.6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06 点，涨幅 0%，开盘 1292.91 点，最高 1294.39 点，最低 1270.02 点，成交量37万1500股，成交金额853046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萨万尼，收盘价2740基普，交易量11万75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萨万尼，收盘价2740基普，交易额3亿2067万2000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17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56万基普，跌幅 1.07%。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1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1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4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646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2月17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万象接受了泰国、芬兰、埃及、格鲁吉亚、奥地利、立陶宛及斯洛伐克7国新任驻老挝大使递交的国书。主席对使节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吸引外资，落实合作协议。各国使节承诺将致力于提升双边关系。同日，通伦主席向老挝新任驻英国、柬埔寨、科威特的3位大使颁发委任书。他要求新任大使们积极履行外交使命，巩固国际友谊，争取国际支持，并重点推动经贸旅游合作，为老挝2026年实现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目标贡献力量。2. 公安部部长接见阿塞拜疆驻老挝大使。2月17日，公安部部长万通贡马尼在万象接见了阿塞拜疆驻老挝大使肖夫吉卡马尔奥格鲁梅迪扎德。万通贡马尼部长对大使到访表示欢迎，并希望借此机会加强两国在公共安全、技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阿塞拜疆大使感谢老方的热情接待，并表示自2024年5月履新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他承诺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深化阿塞拜疆相关部门与老挝公安部之间的务实合作，促使双方关系在未来更加紧密。3. 老挝积极筹备第3届集束弹药工业审议大会。2月中旬，外交部部长通沙万丰威汉率团赴琅勃拉邦省实地考察未爆弹药清理工作，为9月在万象举行的第3届集束弹药工业审议大会做准备。考察期间，通沙万部长监督了技术调查与销毁作业，并与地方政府商讨将清理工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规划。他强调，作为审议大会主席国，老挝致力于实现无集束弹药威胁的世界，这与国家战略及目标高度契合。此次大会预计将有150多国代表参会。4. 琅勃拉邦省集中销毁无老挝语标签及过期变质商品。2月17日，琅勃拉邦省工贸厅公开销毁了一批违法违规商品。此次销毁的物资包括22类冷冻海鲜及21类零食、饮料和调味品，均为无老挝语标签或过期变质产品，总价值约1515.7万基普。省工贸厅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仪式。
此次行动是该省落实贸易检查与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旨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净化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饮食安全。5. 印度尼西亚审计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老挝。近日，印尼审计委员会主席伊斯马亚顿率团访问老挝，并与老挝国家审计署主席万塔维松举行会谈。此次访问适逢两国建交69周年，旨在落实双方合作备忘录，双方分享了中央与地方审计经验，并拟定2026年合作计划，重点探讨将人工智能引入审计工作及质量控制。随后，印尼代表团拜会了老挝党中央纪检委主席万塞彭沙万，主席建议两审计机构在绩效审计、矿业审计等关键领域加强人员培训，并在国际审计平台继续相互支持，共同提升两国在国际审计领域的影响力。6. 一侄子偷鸡引发口角，舅舅惨遭殴打身亡。2月13日，甘蒙省农博县警方带嫌疑人本米通丹指认命案现场。该案发生于2025年10月31日，死者为其舅舅维塞通丹。案发当日，本米在商店饮酒后准备离开，维塞通丹赶到现场质问本米通丹是否偷了自己的鸡，两人随即发生激烈争吵。据本米通丹供述，维塞通丹随后持刀尾随，却在靠近时意外摔倒。本米通丹见状，用随身携带的1米长木棍猛击维塞通丹头部多下，导致其当场死亡。本米作案后潜逃回家，当天即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正依法审理中。7. 万象市副市长实地督察塞塔尼县土方开采区。2月16日，由万象市副市长维拉万詹塔拉蒂女士率领的万象市领导代表团，深入塞塔尼县实地视察了位于丹桑村、农博桥村及塔恩村区域的黑土与红土开采场。此次督查行动旨在积极回应社会舆论及周边受影响居民的反馈。由于上述地区的土方开采活动对当地民众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发了社会关注，万象市领导组特此进行现场勘查，旨在全面掌握实际情况，并研究制定后续的有效解决措施，以规范开采行为并减少对环境和社区的干扰。8. 万象市因彭寺和帕巴萨路段恢复双向通行。万象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厅近期对中心城区部分路段交通流向进行调整，目前已在路面绘制最新导向箭头，并将2条原定单行路段恢复为双向通行。帕巴萨路段，老挝开发银行十字路口至帕巴萨3岔路口，由单向行驶改为双向通行。因彭寺路段，阿马瑞酒店环岛至西霍十字路口，由原本的单向进城方向改为双向通行。请广大驾驶员留意路面新标识，并严格遵守即将正式施行的交通规则。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